你今年如果到过年涨到10万粉，就抵我们100万粉丝，明白这个意思吧？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伟。今天呢是正月初10了，春节假期呢已经结束了啊，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相信很多网友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了啊。阿伟呢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哈。这期视频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做自媒体的一个心得。我们做自媒体已经有3年了哈，还有就是我们去年直播带货的一个经历吧。自从我们去年中秋节直播带货那次之后呢，收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个私信啊，有人问阿伟燕子啊，你们这次直播带货赚了多少钱啊？还有就是你们收不收徒弟啊？还有就是分享一下你们直播带货的一个经验啊，包括这2天有好几个网友在问我，就是说今年能不能做自媒体，我也想就是辞掉工作做这个自媒体啊。然后今天呢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是2022年了，然后刚好借此话题呢回顾一下我们2021年的一个经历哈。首先讲一下我们去年那次带货为什么那么突然哈，这个呢也要从2020年，也就是前年开始讲起啊。那年8月份呢，我爸爸得了重病啊，动了一次大手术，看了很多钱。然后下半年呢，为了流量呢，我们换了房车去了东北挑战那个极寒。没想到换了房车之后呢，流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直线下滑。后来年后呢，我们索性就去了贵州，就记录我们简简单单的房车生活，也不为流量高的地方乱跑了。因为一会儿西藏，一会儿新疆啊、内蒙啊，开销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扛不住。后来我们在贵州一待呢，就待了整整半年。在贵州那段时间呢，我和燕子每天呢心理压力都是特别大的，只是没有在视频里表现出来而已。因为大家看我们旅行视频呢是解压的。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呢身体突然出状况了，我回家了一段时间，留下燕子独自一人自驾房车继续旅行，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后来那次啊，我才说出我爸爸生病的事情啊。当时呢，整个自媒体流量呢都在下滑，经济压力呢越来越大。有一次我在云南丽江被误诊那个肛瘤，着急赶回江苏老家动手术，结果呢回到老家跑了几家医院，都说没病，一折腾又花了不少钱。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崩溃了哈。怎么这么倒霉的？然后后来呢，发现我爸爸瞒着我去上班。医生说呢，我爸爸动了手术之后呢，3年是一个关口，一定要注意好身体。然后过了5年之后呢，就是说注意好身体呢，基本上就没有大碍了，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他肺上动了手术了，去扫马路的话会有很大的灰尘，急得我立马开车去找他。后来当时我到了那边呢，看到我远处我爸爸的那个身影啊，就心里特别的难受啊。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就是当时我就一个念想，我就说，我一定要搞钱，啊，我就要想办法搞钱，我让我爸爸妈妈就是能过上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发视频说我们自媒体流量低啊，收入低啊。后来我准备就是把大黑黑卖了，因为大黑黑放在家里不开的话有点浪费啊，就把它卖掉。其实呢，我就是说把那个大黑黑换了钱之后呢，我就准备要带货了，就是赌一把。当时真的是赌一把。因为那时候老粉都知道，那时候流量真的很低哈。然后重点来了啊，由于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带货嘛，我们没有选择那个直播基地。什么叫直播基地呢？就是我们这边教坊城有很多直播基地啊，你只要挑一家就是可靠一点的，然后直接去他的那个直播间去播就行了。然后货源呀，然后发货呀，客服呀，然后售后呀，一系列的问题呢都不用我们去管，我们只管拿佣金就行了。而且佣金呢，而且挺诱人的，10到20之间。啊，其实10到20的佣金呢，其实已经是很高了，因为它不像那个卖那些零食啊、吃的东西啊，因为吃的东西啊，9块9包邮啊，29块9啊那些，因为单价越高，利润百分比是越低嘛，是这样的哈。然后我和燕子呢琢磨了很久，不行，首先呢质量我们把控不了，还有就是他们直播基地有这么多的团队，然后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包括场地，这些费用算在谁头上呢？都是算在我的粉丝朋友头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直接放弃了，最终选择了自己去选品，自己囤货。因为很多的大品牌的一个家纺都在卖那个就是专供线上的一个网销款，就是价格低能跑量嘛。我们面临的呢都是自己的粉丝，不像电商的卖给都是陌生人的，可不能因为带货就是把阿伟燕子的名声给毁了，是不是啊？好了，那我们就带那个线下实体店的品，这对我们来说风险很大，4件套啊都是几百一套呢，如果卖不出去怎么办？当时也不管了，就是赌一把了。为了降低成本呢，所以仓库呢设在家里面，店铺电脑后台啊，怎么操作啊，都是我妹妹各种查资料现学的。既然第一次直播没有出大的差错啊，真的很庆幸。第一次直播那天呢，我被感动到了，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没想到直播间那么多朋友过来捧场，
因为那段时间呢，我们流量很低，我和燕子真的就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过来捧场啊。记得我当时情绪特别激动，被感动的话也说不清楚了。然后后来呢，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回购啊。其实通过这次带货呢，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受到了启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低年跑量的产品啊，终究会被淘汰。然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大家都会想要一些就是物美价廉的东西。如果知道这个东西不好的话，就是价格再便宜也没人会要的，就这样的。好了，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带货的一个经历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啊。好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自媒体的一个心得。是这样的，很多朋友看到阿伟燕子啊，哇，你们全网有这么多粉丝啊，就是我们现在加入自媒体还来不来得及啊？我呢，由于文化低啊，就是表达能力比较差，然后我呢就打个比方跟朋友们啊，就是你们现在出来做自媒体涨的粉，你一个粉能抵我们10个粉。你今年如果到过年涨了10万粉，就抵我们100万粉丝，明白这个意思吧？什么呢？以前你们刷视频的时候会很稀奇，关注一下。很好玩，关注一下。哎呦，这没见过，关注一下。当然，以前就涨粉丝好涨嘛，现在涨粉就难了嘛，对吧？当然我们以前涨的粉呢，现在好多都已经不看我们的视频了，因为当时感觉稀奇，现在感觉不稀奇了，就所以说不会再去看我们的视频了。那些粉呢，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了，明白这个意思吧？好，那么你现在就涨粉很难了，不过现在难归难，但是涨的每一个粉都是喜欢你的，都是你的朋友。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每天都会，哎呦，阿伟燕子，你们到哪里了？什么时候啊？到我们苏州来啊？什么时候到我们浙江来呀？什么时候到广东来呀？我来招待你们呀！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朋友了。关注你的都是朋友了，而不是一个普通观众了。他是帮你当成朋友了。当然，你也要帮每一位粉丝当成朋友啊。这样的话，你自媒体就会做得很长久。所以说，以前是涨粉时代，现在什么呢？现在已经是涨粉时代已经过了，现在涨粉慢。不要灰心，每一个粉都是你的金粉。别人100万粉丝、200万粉丝，你不要去羡慕啊，人家100万粉丝还不如你的几万粉丝呢，啊，甚至1000万粉丝还不如你1万粉丝呢，明白这意思吧？现在关注你的每一个粉丝都是喜欢你的，因为他现在不会随便去关注人了，除非特别喜欢你才会关注你。所以说现在涨粉慢，不过呢，都是你的好朋友，所以说你也用心的去拍好自己的视频，用心记录好自己的视频，不要去走那个捷径。我想今年火一把啊，我想去拍一些稀奇古怪的、猎奇的一些视频啊，找话题，找各种话题去拍啊，哪里流量高，我们去蹭流量去啊，不要去这样，你就真实的记录自己的生活，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所以说到现在留下来继续看我们视频的，都是阿伟燕子的朋友，我和燕子呢也非常珍惜每一位朋友，包括这次支持信任我们的人。通过去年带货，我更加珍惜每一位粉丝朋友，这就是我的心得。做自媒体能不能做，你们自己去品啊。好了，废话有点多了，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计划。然后这2天呢，我和燕子呢每天都在看那个房车啊。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还是买新车，燕子的意思呢买那个二手房车。二手房车呢前期压力小一点，是10万出头啊，10几万就 OK 了，买个旧的去开就行了。然后我的意思呢还是要买新车。新车呢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是做自媒体的嘛，然后自媒体的一个优势呢，就是什么呢？很多厂家就给我们做自媒体的那个房车呢，就会优惠力度很大，因为我们也同时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宣传的一个作用嘛，是吧？所以优惠力度很大。同样，我们这个新房车开了几年卖掉之后呢，我们就不存在什么呢？不存在一个出门打8折的一个损耗了，因为出门打8折的那个费用呢，厂家就帮我们出掉了嘛，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说我买新车卖出去的折旧费和买旧车过几年卖出去的一个折旧费其实差不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有这么好的优势，我觉得还是买新车。新车呢就是前期会压力大一点，每个月要还那个车贷啊，就是说会压力大一点，但是毕竟划算呀，是不是啊？还是住着舒服，开着舒服，路上呢也不用担心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毛病，是不是啊？二手房车呢毕竟开了好多年了，然后肯定会毛病肯定会有嘛，是不是啊？住的也没那么舒服，所以呢我还是决定就是说买新车啊。然后这2天呢也在跟燕子商量，我们哪怕看一辆选一辆就是便宜一点的吧，便宜一点的新房车，是不是啊？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然后我们这几天我们选房车呢也会去看房车之类的，我都会记录下来给大家啊。好了，那我们就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哈。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来，拜拜。